无论是民航机、芯片还是种子、医药，都是现代社会运转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如果说从前是美国凭借着这些领域的技术优势赚取超额利润，那如今随着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全球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风险，就是拿着钱你也买不到东西了。这种风险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暴民说。这期话题是波音客机再次失事，中国的航空企业要快马加鞭救天下。东方航空公司从昆明到广州的航班不幸失事，全国人民都非常的悲痛。不少业界人士认为事故很可能是波音公司的飞机产品质量有问题。因为根据统计数据，过去10几年，波音公司非常偏重于资本的运作，对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的重视程度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的趋势。这不是波音公司一家的问题，整个美国制造业都有质量崩溃的迹象，对全世界的安全造成了重大的威胁。波音公司到底为什么不行呢？是一个管理学上的宏大的课题，同时也是美国工业衰退的一个缩影。这种衰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从现在的情况看，不要说中国，恐怕全世界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美国一方面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用霸权行动肆无忌惮地侵害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另一方面呢，美国又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高技术产品输出国。美国出口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支撑了世界上很多高技术领域的运行，民用航空和计算机系统就是最突出的例子。虽然在民航领域还有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但波音公司依然占据着霸主的座位。至于计算机系统美国几乎是独占了操作系统、核心集成电路等多个领域。另外，美国在种子、医药、化工这些方面也是支撑和引领全球产业链的。如果这些领域的美国企业都像波音公司一样的拉胯，那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无法想象的。波音公司就是美国的霸权和制造业同步衰落的一个典型。波音公司不但是民航客机的巨头，也是美国最大的军火商之一，为美国陆海空军提供了 F-15、F-18、CH-47、C-17、B-52 等多个型号的作战飞机和作战支援保障飞机，还提供了捕鲸叉导弹、地基拦截反导导弹等大量的弹药的型号。波音还是德尔塔4重型火箭和 GPS 卫星、先进极高频卫星的制造商。也就是说，波音是一个军民通吃的企业巨头。但是波音在军民用产品上都存在着衰退的现象。军用的 KC-46 加油机一再发生质量事故，美国空军是几次想要退货，都被波音公司动用关系给收通过去了。那么美国的其他高技术企业是不是也有衰退的迹象呢？确实如此，这并不是我们胡乱猜测从2021年延续到今天的芯片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本土失去了大规模生产高端芯片的能力。如今美国的芯片科研和关键技术上依然保持着全球领先，但是怎么把这些芯片造出来，美国人已经做不到了。世界上最主要的2家芯片工厂，一家是韩国的三星，一家是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如果离开了这2家企业，美国自己也没有芯片可用了。无论是民航机、芯片还是种子、医药，都是现代社会运转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如果说从前是美国凭借着这些领域的技术优势赚取超额利润，那如今随着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全球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风险，就是拿着钱你也买不到东西了。这种风险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美国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都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却一个都没有成功。美国高技术制造业衰退这么快，是可能引起产业崩溃的。如果说在医药领域，美国上很多高端的外科手术用的器材都依靠从美国进口，如果美国医药企业和波音一样陷入了产品质量严重不靠谱的境地，那同样也是要死人的。这种问题在新冠疫苗的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我们中国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加快国产化产品替代进程的基本国策是完全正确的，是英明的。这不仅仅能解决美国制裁我们怎么办的问题，还能够解决美国不行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当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绝不能仅仅是停留在仅仅解决自己的问题上。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国家其实更关心美国不行了怎么办的问题。
所以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必须考虑到填补真空的必要性。如果某种美国产品或者是服务忽然中断呢，中国企业要考虑能不能够顶上去。时不我待，中国企业需要快马加鞭，突破短板，替代美国。不但要尽快把我们自己的大客机造出来，还要成为全世界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强大的供应商。这不仅仅是为了救中国，也是为了救世界。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